朋友你好，我是雪莉。有一位国王的儿子做了几十年的东宫太子了，实在是做腻了。可是看着父王却越活越老健，而那个唾手可得的王位却一直遥遥无期。于是太子狠下杀心，在剧场布置了杀手，打算趁着父王观看歌舞的时候弑父篡位。然而就在无意之间，他听到了一句话，顿时幡然醒悟。究竟是哪句话产生了如此惊人的奇迹呢？有一年，古哲拉底国的都城来了一个剧团。国王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派宫廷使者转告剧团班主，说国王和王后将亲自莅临剧场欣赏歌舞演出。剧团成员听到了这个消息，都高兴极了，每个人都在为王族的到来忙碌着准备着。到了预约的这一天，国王和王后带领着宫廷侍卫亲临剧团，按照长幼尊卑依序坐定。而除了王室成员，观众席上还坐着一位老僧。人们看着这位老和尚，不由得面面相觑，窃窃私语：奇了怪了，出家人不是应该六根清净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凑热闹呢？是不是觉得修行太苦太累了，出来散散心呐？看来这个答案只有老和尚自己知道了。很快，精彩的歌舞表演就开始了。剧团的顶梁柱是一位有名的女舞伎，很多人慕名而来，就是为了欣赏她的舞蹈。当她翩翩起舞的时候，场下的观众都为之赞叹，简直惊为天人。看着国王和王后也在现场，女舞伎拿出她所有最炫的舞技，尽情地在舞台上飞旋着，热情地舞蹈着。那卓越的舞姿，高超的舞技支撑着整个剧场。快到尾声的时候，她已经累到了极点。此时此刻的她双腿已经发软，颤抖着。班主看在眼里，就站在幕后鼓励她说：坚持住，快结束了，没剩多少时间了，沉住气不要前功尽弃了。就在班主说这个话的同时，谁也没有看见的是，一个天女悄悄地把甘露洒进了她的心里，而其他的天女则把这句话送到了不同观众的耳中。舞伎听到班主的鼓励，打起精神，努力恢复到之前的神采，热舞飞扬，似乎是越跳越有力量。国王和王后看得十分的尽兴，观众们也报以热烈的掌声。就在不知不觉中，精彩的歌舞完美结束了。舞台上的帷幕落下，班主走到前台，拿着托盘向观众席请观众打赏。没想到其中几位观众打赏的东西让人惊掉了下巴。观众们热情地往托盘中抛钱，回报这台精彩的歌舞。当班主走到一位商人父子面前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商人的儿子突然拿出一把锋利的小刀，当场割下了父亲的辫子，放进了班主的托盘里。而更奇怪的是，商人不但不生气，还高兴地手舞足蹈。看着眼前奇怪的父子，班主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这是什么世道竟然有人拿辫子来打赏？但是碍于面子，班主也不好说什么，继续拖着盘子往前走。当他来到了老僧面前，这位早已出家的老师傅取下了自己的念珠，放进了托盘里。奇了怪了，刚才那孩子拿着辫子当小费，这位老师傅拿着念珠当赏钱。班主心里嘀咕着，真是又一个奇怪的人。班主走到了太子身边，太子脱下自己镶着宝石的耳环，放进了托盘里。这可是王族的传家宝这可不是商业互惠友情赞助说送就送的宝物这么大笔的小费，估计班主这辈子都没见过的。
当太子把宝石耳环放到托盘的那一刻，班主因为极度的兴奋，差点趴在地上。打赏的观众形形色色，真是无奇不有啊！当班主走到国王与王后的面前时，盘子里的那条辫子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国王惊讶地问道：“班主啊，这辫子是谁给的呢？”班主有些不好意思了，悄悄地指了指商人的儿子。国王命侍卫将小伙子带到了国王面前。国王问：“孩子，你真是奇怪呀，为什么要送这条辫子呢？”商人的儿子说：“尊敬的陛下，我的父亲是一位大富豪，可是他却没让我念过一天的书。刚才看到那位舞伎跳得那么累，而班主跟他说了几句话，竟然起到了神奇的作用，能让他神采飞扬，精神大作。”原来啊，班主说的那些话竟然也让观众们听了个一字不落。商人的儿子接着说：“可惜我一句都听不懂，所以我心里恨我的父亲，害我变得这么笨，这么无知。一气之下，我就割了父亲的辫子，想让父亲当众出丑。”班主站在一旁听了，对国王说：“尊敬的陛下，草民有点不理解，那位父亲被儿子当众割下了辫子，为什么还高兴得手舞足蹈呢？”大家也都想知道原因，于是呢，国王就命侍卫把商人也请过来。商人这才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陛下，草民不让儿子读书，使他成了愚蠢无知的人，这的确是我的罪过。仅凭这一点，儿子大可割下我的脑袋，而他只是赌气罢了，只割下了我的辫子。我庆幸自己的老命还在，所以高兴地跳起舞来。”原来如此，国王点点头，接着又扫了一眼托盘，用手指着那串念珠问道：“那这个又是谁送的呢？”老僧也被侍卫请过来，向国王说明原因。“尊敬的陛下，我从小就出家修行，到处云游，吃尽了世间的苦。现在我已经老了，恐怕我的日子所剩不多了。最近我经常回想自己的一生都在云游漂泊，现在总该过几天舒坦的生活，享受一下世间的娱乐吧。刚刚听到班主对舞伎说，没剩多少时间了，沉住气，不要前功尽弃。我听了十分的震惊啊，这一句话简直就是对我说的一样啊。我的日子的确所剩不多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反倒要在最后的日子里，因为一时的安逸毁掉一生的修行呢？我感谢班主的话警醒了我，为了报答他，就将这串念珠送给了他。在这轮打赏中，最阔绰的打赏当属太子了。要说看一场舞剧，像太子这般尊贵的人，随手给个金币做小费也是绰绰有余的，实在犯不上把王族珍宝拱手送人。难道仅仅是太子在众人面前炫耀财富摆阔吗？国王接着扫了一眼托盘，咦，这宝石耳环看着好眼熟啊，这不是我宫里的东西吗？我早就把它赐给太子了啊，难道太子也来看演出了吗？国王左顾右盼，寻找太子的影子。太子赶紧走上前说道：“父王，儿臣远远地坐在您的身后，这耳环的确是我送给班主的，我非常感激他，一句话让我幡然醒悟了。”国王听得一头雾水，又惊讶又不解地问：“班主怎么让你醒悟的呢？”“父王，你有所不知，儿臣以前好糊涂啊！”说着说着，太子竟然当众哭了起来。什么情况？太子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哭起来了？国王和王后心疼儿子，赶紧安慰他说：“哎呀，好儿子，别哭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父母的安慰和关爱让太子更加的羞愧万分。他抱着父王的腿，不管不顾的索性嚎啕大哭。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太子痛快地哭了一场。父王，请原谅儿臣，儿臣糊涂啊，竟然想在今天谋害您，企图篡夺王位，自立称王，儿臣糊涂啊！王后听了大吃一惊。太子忏悔道：母后，您有所不知，这么多年来，我早就厌倦了当太子。曾经有多少次，我多么渴望父王能够早点死，我好早日继承王位，当上国王。只是天不随愿，这么多年，父王一直健康的活着。只要父王还在，那个王位对我就是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亲手杀了父王，来实现我的恶毒野心。刚才看舞蹈表演，班主对着舞伎说，沉住气，没剩多少时间了。我一听到这话，心里很吃惊，就像是神看到了我的心念，劝我放弃恶毒的念头一样。我一直等着当国王，已经等了几十年，为什么就不能沉住气，再多等一些日子呢？父王迟早会把王位传给我的，我又何必那么心念歹毒，产生弑父的念头呢？真是罪过呀！班主的话让我从罪恶中幡然醒悟，为了感谢他，儿臣才将如此贵重的耳环送给他。太子毫无保留地坦诚了一切，诚恳地当众向父王忏悔。国王听了沉吟不语，全场顿时也僵住了。国王眼里泛着泪花，最终爱子心切的他不仅宽恕了太子，还当场宣布把王位传给他。为了感激班主，国王决定赐给他一块封地。话音刚一落，整个剧场都振奋地欢呼起来。但是班主拒绝了，他说：陛下，我鼓励舞伎，做事有始有终，那只是草民应尽的本分，身为剧团班主，职责所在。对您的赏赐，草民实在是受之有愧呀。至于我讲的那句话，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料到，竟然能启迪这么多人，实在是不可思议啊！这并不是草民有什么料事如神的本事，而是纯粹的因缘巧合罢了。就在这时，老僧突然天眼大开，看到剧场上方涌出一位金佛，慈悲地微笑着，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一名天女将甘露洒进了负伤儿子的心里，又将桂枝插在他的发髻上。小伙子顿时神志清明，智慧大开，自由自在地唱出了心里的歌。那是很长的一段雅颂，歌颂天地命运，歌咏太子幡然醒悟，悬崖勒马。老僧看着天上人间，心里已然明了，在神佛的掌心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